歡迎嚟到懸疑檔案。瞓覺發夢係好平常嘅事，雖然有時會因為壓力大，或者係睇咗恐怖電影之後而發噩夢，不過大家都知道一切都只係夢境，並唔係現實。但係本案嘅主角喺夢見好朋友受傷之後，佢嘅夢境竟然成真，最後仲因為咁而成為咗階下囚。2010年2月16號清晨，44歲嘅 Sheila 慌失失咁叫醒咗細仔 Graham， 並表示佢啱啱發咗一個噩夢，佢夢見佢嘅朋友 Kelly 受咗傷，佢覺得佢傷害咗 Kelly。由於 Sheila 當時嘅情緒非常激動，所以 Graham 就打咗個電話俾婆婆 Margaret， 叫佢過嚟睇下媽媽。Margaret 嚟到屋企之後，只係見到 Sheila 全身震晒咁蜷縮喺張床度。之後 Sheila 要求媽媽打電話報警，因為佢殺咗 Kelly。We just need a policeman, please. What's the problem there, please? I think there's been a murder. My daughter has had a nervous breakdown, and she's saying she's killed somebody. Your daughter's telling you she killed somebody? Yes. All right, she didn't tell you who she's saying she killed? She's saying I don't know, Kelly. Kelly. Did she tell you where this happened? Well, it's down Mark's Landing. 警方到達現場之後，Sheila 依然不斷咁同警方複述佢嘅夢境。巧合嘅係 Kelly 亦都喺尋晚失咗蹤。2月15號晚， Kelly 本來約咗健身教練上堂，但係佢並冇赴約。教練打咗好多個電話俾佢，但係就一直冇人接聽。夜晚9點半，Kelly 嘅同屋主 Stephanie 返到咗屋企。當時 Kelly 嘅 SUV 並唔喺度，佢當時冇為意，以為 Kelly 只係做 gym 做晏咗。直到夜晚11點半，Kelly 仲未返到屋企，而 Stephanie 亦都一直聯絡唔到佢，所以佢就報咗警。46歲嘅 Kelly 係一位護士，雖然佢喺30歲嘅時候就被診斷出患有多發性硬化症，不過佢就拒絕俾呢個病掌控佢嘅人生。佢依然積極咁生活，經常都會參加為多發性硬化症病人籌款嘅慈善活動，令大家更加認識呢個病。Kelly 有一個結咗婚6年嘅丈夫 Gino， 不過佢哋嘅婚姻最近出現咗問題，所以 Kelly 先至會搬出嚟同 Stephanie 一齊住。根據 Kelly 嘅通訊記錄，佢應該係喺7點半之後開始失聯㗎。警方擔心 Kelly 因為突然發病而出咗意外，所以就聯絡咗當地嘅醫院，但係就冇 Kelly 入院嘅記錄。佢哋亦都出動咗幾架警車，四周圍巡邏尋找 Kelly， 但係都係無功而返。直到而家，警方先至揾到 Kelly 失蹤嘅拼圖。於是警方即刻出動咗直升機，去到 Sheila 一直提到嘅 Mark's Landing 進行搜索，並喺一處樹林度揾到咗 Kelly 嘅遺體。佢當時仲着住運動緊身衣，頭部有多處被鈍器襲擊嘅傷痕。經過解剖之後，法醫證實 Kelly 係俾人用類似鐵錘嘅武器喺後方攻擊頭部而死㗎。不過警方就一直都冇揾到兇器。由於兇手出手好重， Kelly 當時根本就冇機會進行反抗。睇得出兇手對 Kelly 有極大嘅怨恨。現場冇發生打鬥嘅跡象，但係地下就有拖痕嘅痕跡，所以呢度並唔係第一案發現場。與此同時，鑑證人員喺 Kelly 間屋嘅草坪度發現咗多處類似被鐵錘揼過嘅痕跡，而草坪上亦都明顯有被水清洗過嘅痕跡，相信呢度先至係第一案發現場。之後，警方喺附近嘅公寓度揾到咗 Kelly 嘅 SUV， 而副駕駛座嘅地氈度亦都有 Kelly 嘅血跡。跟住，夢見自己殺人嘅 Sheila 就被警方以謀殺嘅罪名逮捕咗。警方推斷 Sheila 早早就喺附近埋伏，等待 Kelly 出嚟攞車。之後 Sheila 就拎出鐵錘喺後邊不斷咁攻擊 Kelly 嘅頭部，直到佢停止咗呼吸。跟住佢就將 Kelly 搬上車，去到 Mark's Landing 棄屍，再去到附近嘅公寓棄車。根據 Sheila 兩個仔嘅口供， Sheila 喺案發當晚大約6點半去咗超市度買嘢，不過佢就喺夜晚10點半，亦即係4個鐘頭之後先至返到屋企。返到屋企之後， Sheila 睇起嚟有啲暈暈地，行為舉止亦都好奇怪，跟住仲癲癇發作。於是佢哋就叫咗救護車將媽媽送到醫院。接受檢查之後，
醫生並冇發現 Sheila 嘅身體有任何唔妥，所以就俾佢出院。跟住就發生咗前邊嘅嗰一幕，佢夢見自己傷害咗 Kelly。喺審訊室，Sheila 一直否認自己殺咗 Kelly。雖然 Sheila 嘅身上冇任何傷痕，亦都冇沾染到 Kelly 嘅血跡，不過警方都係認為 Sheila 就係兇手，因為 Kelly 嘅鄰居表示自己喺案發當晚曾經見到一個着住淺色衣物嘅金髮女子出現喺 Kelly 嘅草坪度，而 Sheila 咁啱亦都有一頭金色嘅頭髮。警方認為 Sheila 當晚可能係着咗類似防護服嘅衣物，所以先至冇留低任何嘅物理證據。至於佢嘅殺人動機，就要由20幾年前開始講起。Sheila 嚟自加拿大，佢因為中意水上活動而搬到咗佛州定居。佢成為咗一位潛水教練，並喺大學認識咗修讀護理系嘅 Kelly， 仲成為咗好朋友。冇幾耐之後 ，Sheila 認識咗 Daniel。Daniel 高大靚仔，雙方都有共同嘅興趣，所以好快就喺埋一齊。根據 Sheila 朋友嘅講法，佢非常迷戀 Daniel， 幾乎到咗痴迷嘅程度。佢哋喺1989年結婚，並誕下咗2個仔 Creighton 同埋 Graham。有一段時間 Daniel 報讀咗飛行學院，而 Sheila 就必須一日打3份工，先至可以幫丈夫俾學費。好彩嘅係 Daniel 最終成功畢業，並成為咗一位飛機師，而 Sheila 之後亦都揾到咗房屋經紀嘅工作，經濟狀況亦都慢慢好轉。2002年 Daniel 成為咗 India Atlantic 嘅市長，兩夫妻就瞬間成為咗當地有影響力嘅名人。喺外人嘅眼中，兩夫妻嘅生活睇起嚟幸福美滿，然而佢哋一早已經漸行漸遠啦。2009年1月，Sheila 因為冇辦法再忍受 Daniel 四周圍拈花惹草，而決定同佢離婚。就喺呢個時候 ，Sheila 遇到咗多年冇見嘅好朋友 Kelly。經過一番寒暄之後 ，Sheila 得知 Kelly 同丈夫 Gino 嘅婚姻亦都因為第三者嘅介入而出現咗問題。巧合嘅係 ，Kelly 同 Daniel 都係同一個單車俱樂部嘅會員，最近仲頻繁出門約會。雖然佢哋都對外否認咗自己嘅婚外情，不過警方相信 Daniel 應該係同 Sheila 承認咗自己同 Kelly 有路，所以先至會釀成殺機。警方認為極度迷戀 Daniel 嘅 Sheila 冇辦法接受佢同自己嘅好朋友出軌，所以 Sheila 就決定要殺咗 Daniel 而家最愛嘅人。佢想要以最痛苦嘅方式報復 Daniel， 因為如果佢冇辦法得到 Daniel 嘅話，其他人亦都唔可以得到佢。Sheila 否定咗警方嘅講法，並表示 Daniel 同 Kelly 係佢親手撮合噶，因為佢想要快啲同 Daniel 離婚，而 Kelly 就係佢逃離呢場婚姻嘅催化劑。佢係2個人嘅紅娘，又點會因為妒忌而殺人呢？2014年9月，本案正式開審，控方傳召咗 Daniel 出庭作證，證實咗佢同 Kelly 嘅婚外情。辯方亦都捉住咗呢個機會，借 Daniel 把口指出 Kelly 嘅丈夫 Gino 先至係最有作案動機嘅人。Daniel 表示，當 Gino 知道咗佢哋嘅婚外情之後， Gino 就直接上門打傷咗佢。返到屋企之後， Gino 又將怒氣發洩喺 Kelly 嘅身上。佢喺車房度對 Kelly 喐手，仲捏住咗佢條頸。2個月之後 ，Kelly 就遇害啦。不過Gino 喺案發當晚有可靠嘅不在場證據，控方呈上咗閉路電視嘅片段，證明 Gino 案發當時正喺另一個城市嘅藥房度買嘢，根本就冇足夠嘅時間作案。另外 Gino 亦都喺庭上表示 Kelly 出軌嘅消息係 Sheila 同佢講噶，而 Sheila 經常都會通過打電話同埋電郵嘅方式話俾佢知 Daniel 同埋 Kelly 嘅感情進展，並慫恿佢去揾 Daniel 算賬。跟住控方傳召咗 Sheila 嘅2個仔出庭作證。細仔 Graham 坐上咗證人欄，佢首先複述咗媽媽當晚癲癇發作同埋發噩夢嘅事，之後佢就喺庭上拋下咗一個震撼彈。佢表示為咗令媽媽安心，佢就提議媽媽同佢哋一齊去到 Marks Landing 度睇下。Sheila 答應咗，跟住 Sheila 就同2兄弟揸車去到咗 Marks Landing。經過一番搜索之後，2兄弟完全唔敢相信眼前嘅景象，因為
Kelly 嘅遺體真係喺嗰度，而媽媽當時亦都表現得好震驚。之後輪到大仔 Creighton 出庭作證，佢表示媽媽喺見到遺體之後，又同佢哋講佢見到咗一個空地嘅畫面，跟住佢哋就喺空地度發現咗一個袋，入邊裝住 Kelly 嘅銀包同埋車牌。呢個時候 Creighton 即刻同媽媽講，佢同細佬都唔想被牽涉在內，並希望佢可以自己收拾呢個爛攤子。跟住控方又呈上咗一封長達22頁嘅信，呢封信係 Sheila 喺被還押候審嘅時候喺拘留室度寫俾一位朋友噶。Sheila 喺信入邊表示，佢嘅夢境其實係佢親眼目睹 Kelly 被殺嘅真實記憶。案發當晚，佢揸車嚟到 Kelly 嘅屋企，想要睇下 Daniel 喺唔喺嗰度。呢個時候，佢見到 Kelly 同一個男人喺度嗌緊交。由於現場環境太暗，所以佢冇見到嗰個男人嘅樣。當 Kelly 轉身去到架車度拎嘢嘅時候，嗰個男人就攻擊咗佢。跟住嗰個男人將 Kelly 拖入草叢，並繼續攻擊佢。成件事最詭異嘅地方嚟啦，Sheila 當時冇選擇報警，亦都冇選擇逃走，反而係揸車跟住嗰個男人，親眼睇住佢喺 Marks Landing 度棄屍，再將 Kelly 嘅個人物品抌咗喺空地度。而 Sheila 亦都冇將自己睇到嘅一切話俾任何人知。控方喺結案陳詞嘅時候表示，成單案最確鑿嘅證據就係 Sheila 自己嘅證詞，佢同媽媽承認自己殺咗人，亦都講得出遺體嘅位置，加上佢長達22頁嘅自白信，根本就係鐵證如山。不過辯方就表示，成單案有太多唔合理嘅地方。如果 Sheila 真係殺咗 Kelly，考慮到 Kelly 嘅身形比 Sheila 高大，咁樣佢必須要花好大嘅力氣，先至可以將 Kelly 搬上車。而過程中唔多唔少，亦都一定會有啲聲音，但係就冇任何一個人睇到或者係聽到案發經過。而現場亦都冇留低 Sheila 嘅指紋同埋 DNA， 佢哋甚至連兇器都冇揾到，一切都顯得好唔合理。陪審團喺經過咗3個鐘頭嘅討論之後，做出咗裁決。最終 Sheila 被控1級謀殺罪名成立，判處終身監禁。判刑之後， Sheila 喺監獄度接受咗採訪，並一直堅稱自己係無辜㗎。I have to live with a lot of guilt for not stopping the attack. Now I'm paying the price. Kelly's family has closure, but they don't have justice because I didn't kill Kelly.